带着简陋的心态来到了长源大哥这里。对，就是这台15年生产的庞马迪水上摩托艇。第一眼有种喜悦，因为价格便宜，比想象中要好太多。说不定这次真的让我给捡到漏了。我又检查了发动机状态，看着拆出来的火花塞、艇内泥沙和积水，这绝对是一台有故事的艇。这位大哥说，在驾驶的时候沉船了，后来打捞上来，就这一堆一块15000块。我估摸着修好怎么也不得卖个3、4万。就这样，我抱着最差的打算当盲盒买了下来，直接拉回了我的车库。我先是给电池补上电，启动发动机尝试。操，干我一脸！这发动机缸体里面全部都是水。现在发动机必须把它抬出去了。现实又泼了我一脸冷水，发动机内部也进水了，喷出来的水柱直接呲到了天花板上。这看似有问题，实际问题还挺严重。最终决定直接把发动机拆下来做一遍检查。这时候我估摸着买到一颗坏白菜了，皮儿好，馅儿坏了。它有3个缸，外加一个大涡轮，打到应该会有进气的唰唰声。为了修复完下水和打岔，开着顺手，就得仔细修理一下这个发动机。祝我好运！真没想到放出来机油像意式咖啡，苦到了心头，太提神了，一下子干劲十足。拆出来的活塞上面有腐锈，有一道活塞环卡死。为了这次发动机修理顺利，所有零件摆放的整整齐齐，其他零件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服役了10年的发动机，气缸盖上有少许的积碳，曲轴也没有拉伤的痕迹。这个状态让我相当的满意。不过缸体表面的坑弯让我看得属实难受。咱俩一块想个办法，看能不能恢复到最初的状态。经常修复老车的我先是喷上清洗剂，拿钢刷开始捅咕，磨了2个小时阳功，效果不佳。接着我用洁厕灵喷上去，让它愤了一会儿，又刷了一遍。可以看到表面的氧化物被去除掉了，但是缝隙里面怎么也弄不下来，看来我得上点强度了。我又在当地的石材市场买了10斤沙子，用简易的喷砂浆吐露了2个小时。嘿嘿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个活让我干的太丝滑了。喷完砂之后的钢体呈现出了原有的金属颜色，而其他的附件我也做了一遍扒皮手术。这钢头上的积碳还是那么的顽固，看来有另一种办法。这次我聪明了，直接科技与狠活，用干冰清洗机处理缸盖上的积碳，这个就是干冰清洗出来的效果。而其他的零件用了半天的时间处理到我最满意的样子。那最后一步，把它们送进漆房，恢复到它们该原有的色彩。我先是喷涂了一遍灰色的底漆，这样的目的是为了防腐再次氧化。接着又上一遍黑色耐高温的色漆，最后让它们高温炙烤。就这样，这些零件修复的流程就此完毕。又是崭新的一天，又是新的挑战。今天就要把这1000多个零件全部组装到一块儿。为了保证发动机动力恢复充沛，我买到了原厂的活塞环、崭新的气门油封以及易损的老化件。你我一起见证重新唤醒它的过程。这台发动机的构造与机车基本相同，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变速箱，全靠传动轴和喷泵输出动力，属于性能机器。听说还搭载到飞机上，
想想也挺自豪的。最重要的曲轴活塞部分就算组装完毕，而与四个缸工作原理不同的是，它的活塞是一上二下。接下来就要处理一下这个气缸盖部分。为了恢复初始动力，气缸盖与气门的密闭性是核心。换上新的气门油封，牢牢锁住，不再烧机油。最后锁上气门弹簧，缸盖部分就算完工。按顺序有底气的安装，归功于我托朋友找来的维修手册。让我吃惊的是，缸盖螺丝的扭矩竟然达到了250扭，10条螺丝拧完，脸都整红温了。中午多加2馒头。缸盖部分封顶大吉，接着就是正式部分。有趣的是，这个高转速发动机用的竟然是凸轮摇臂配气结构，这一点还是让我挺震惊的。目前发动机部分已经组装到了80%，现在来捣鼓捣鼓这个大涡轮。看似简单的涡轮竟然卖7000多块，我的原则能修绝对不换。花了700块钱买到了保养套件，换上去之后又能奋战2年。至此，这台服役了10年的老机器被我给翻修检查了一遍，最后给它加上25年的润滑油，让它运转起来吧。嘿嘿，运转、缸压通通没问题。这台机器总共花费了3000块钱，没超预算，这不掏上了吗？发动机是抢救过来了，沉船的原因还没有找到。我先是将船舱内的臭水和油污清理干净，再仔细查看船内是否有漏洞导致的沉船原因。现在状态看起来舒服多了，同时问题也找到了，就是后面这2个储物舱密封圈老化导致的进水。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，又可以加快推进安装发动机。校准、定位、打扭矩，一气呵成。千日造船，一日渡江。这个船好不好，就差调试完启动的那一刻了。真的是太暴躁了，一下子着火，没有任何故障码，真想去水里面试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，把其他附件全部给它装上去。挺壳顺利安装完毕，现在解决导致漏水沉船根本原因。这是艇身尾部的电池舱，密封的边缘被人为打上了一圈孔洞，而且尾板上密封橡胶老化已经发硬。我的解决方案就是给电池舱边缘安装一圈密封条，尾板上老化的胶条被我给除下来，安装上新的，这样就能牢牢的扣紧，不会进水。这座椅真是一个惊喜，炸线的炸线，老化的老化。我决定座椅皮重新包覆一下，保留这一块不保留，就这一块。
真实的我不该走向那边。日落前，风来临。15000买的，修了差不多20天，零件花了6000元，是骡子是马？走，拉水上溜溜。